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陆。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独行侠7连胜被终结，克莱和基德到底有什么矛盾吗？为啥手感火热的时候就要把他换下？克莱的手感这场比赛回暖，为什么基德要将他的上场时间拆得稀碎呢？这场比赛结束，东契奇该说点什么？应该说是需要说点什么。看了比赛的观众都知道，除了第一节独行侠稍微抢占了几分钟优势之外，可以说本场比赛根本就是雷霆队的表演秀，三分对轰、内线杀伤，样样精通。前段时间我提过东契奇的防守问题和防守态度，有人认为在东契奇回归之后他的防守变好了，我只想说面对一些垫底球队怎么可能发挥不好？独行侠可是排名西部第4。当然本场比赛东契奇在半场仅拿2分的情况下，全场比赛还是砍下了16分11板。本场比赛克莱14中7，三分10中5，拿下19分，居然是3巨头发挥最好的一个。不禁在想，像所谓詹姆斯这样的持球大核打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队友的最大威力？诚然，年轻的东契奇在赛场上交出了无与伦比的优质表现，但在身边有欧文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在自己手感冰凉的情况下，还执意出手投篮呢？独行侠首发阵容，东契奇和克莱姆斯进攻没有准心，防守端汤普森成了雷霆后场提款机，这一套首发组合是不是一开始就不合适？独行侠首发阵容除欧文以外，正负值全负，比赛打到最后全靠替补阵容，马绍尔、丁威迪撑着。在一场十分重要的杯赛当中，记得4后卫1中锋的首发阵容是否合理？在雷霆的绞杀下，攻防皆失败，全场18次失误，比对手节奏慢，且比对手出手少，想赢太难。雷霆只有一个内线，而独行侠占据绝对的高度优势，但他们很显然没有利用这一点。东契奇在多尔特的看护下整场迷失，而球始终到不了欧文手里。对于独行侠来说，想要赢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东欧的进攻和其他人的防守，但在这场比赛独行侠这2件事情都没有做好，也就输掉了这场 NBA 杯的8强的比赛。东契奇在今天比赛绝大多数时间里遭遇包夹，自己的投篮手感很差，这是雷霆的策略。在这个时候，独行侠需要的就是有其他的点能够站出来，其实说白了就是欧文和侧翼球员。本场独行侠靠着马绍尔和丁威迪的拼命在上半场维持住了比分，靠着克莱在最后一节几个进球拥有了一丝翻盘的希望，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东契奇没发挥，独行侠就会打得非常的吃力。独行侠需要什么样的比赛呢？在防守端可以限制对手的得分，然后通过东契奇带动队友打转换，让对手的防守顾此失彼。然而今天在防守端，独行侠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漏给对手空位3分的机会。上半场雷霆对于空位3分的把握并不好，他们仅仅投出了33投11中的3分，这也给了独行侠一些机会，独行侠才有了咬住比分的可能。这是在上半场东契奇和欧文都没有什么发挥的情况下，独行侠仅仅落后3分。如果下半场东契奇和欧文能够及时找回状态，独行侠还是有希望的。不过下半场先找着状态的不是东契奇和欧文，而是雷霆的3分球。整个下半场他们的3分球17投9中，虽然没有上半场投的那么多了，但是命中率却高了起来。全场比赛他们50次出手，3分20次命中，虽然看起来3分的比例极高，但是这是独行侠给他们的3分机会，他们要做的只是把握其中的一些。雷霆把握住了独行侠给的3分机会，但雷霆没有给东契奇和欧文在下半场及时找回状态的机会。东契奇直到第4节才投进了自己的第一个3分球，才让自己的得分超过了10分。但那个时候独行侠已经落后10分以上，而汤普森的连续命中3分虽然让独行侠的得分有所上涨，但在防守端他无法对上对手的杰伦·威廉姆斯和 SGA。东契奇的体重让他成为了对手攻击的重点，现在还有一个同样速度跟不上的克莱可以攻击。雷霆拥有太多的进攻选择，即便是进入到内线遭遇对手中锋的协防，他们也可以分出球来，让队友去继续尝试3分球。而今天追分的时候，则是独行侠又一次在第4节祭出3保2的阵容。虽然 PJ 华盛顿换成了普罗斯珀，但是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在短时间内，独行侠就把比分从落后20分变成了仅仅8分的差距。东契奇需要有人帮他补位防守，而独行侠也不能承受有2个可以让对手轻松突破的点。除
除非克莱可以进的球比他在场上丢的球多。东契奇同理，之前的视频中我就多次提到过，东契奇的防守存在大问题。今天东契奇的防守表现就很明显了。本场比赛，东契奇全场都选择在内线和自己队伍的中锋位置重叠，然后导致不补防3分、不卡位，甚至连跳都不跳。后场篮板球直接掉在东契奇面前，然后他却慢慢的上前。相比之下，卡鲁索可以说是雷霆全队直接凶猛扑上前把篮板抱住。再说到防守内线，简直就是目送哈登补篮，连手都不愿意伸。这样的防守态度真的不是几场好球、好数据就可以改变的。这对一支球队来说伤害有多大？第二节，我们有多少次看到东契奇几乎踩着 logo 把球传出去，然后再也没能参与进攻？上线的提前夹击，把主攻手从回合前期就踢出群聊，让更低层次的球员攻击防守。这个思路已经从季后赛爱德华兹延伸到哈登，如今又找上东契奇了。这背后还是反映了一些东西的，比如年轻一代持球人普遍的无球，比如防守对站底角射手的态度，比如进攻防对短期4打3的处理等等。这种持球3分加挡拆攻框加分球带动的模式确实被很多主攻手运用，只是技术动作和模块侧重不同。但既然顶层逻辑一样，就都要回答哈登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如何应对夹击。最开始的阶段，没有人会觉得夹击哈登是个好主意，但轮转思路越来越清晰，球员机动性强，能兼顾夹击后的中路和45度的球队，碰上队友越来越弱的哈登就开始动脑筋了。曾经的湖人用延时夹击很好的限制了没有保罗接应的哈登，但那时还是思路的雏形，湖人只是负责逼哈登出球，是哈登自己的胯下运球前摇消磨掉了回合前期的时间。到了这2个赛季，大家对多数拼图球员的3分已经度过了 PTSD 的阶段，提前夹击后轮换的思路跟选区也越来越明确。人们也发现，不是每个球员都像巅峰勇士能频繁打穿自己的身后，因为不是每个拼图球员的处理球能力都如伊戈达拉和利文斯顿一般，也不是每个持球人在出球后有意愿再参与进攻，毕竟大多数人学的是哈登而不是库里，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出球后再参与进攻的能力。因此高位夹击逼出球，把对方的核心主攻手拿出进攻，就成了应对现代持球人的经典武器。在某些回合掏出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本场在全联盟轮换跟手脚速度最快的雷霆这儿，夹击对象已经可以是东契奇这个级别的持球人与传球手。当然，这跟多尔特很会对位东契奇，以及没有了 PJ 华盛顿后续换防关系重大，并且把策略延伸到了一整节的程度了。效果好吗？其实并不稳定。第2节他们漏了不少欧文和底角，但第3节让东契奇半节的时间没有出手，制造了独行侠一大堆的失误，也就此拉开了比赛，并且等来了3分的回暖。从策略上讲，解套这种早期高位夹击的办法肯定应该是接应位、对侧底角和后续处理，不应该是持球人一人的责任。但从东契奇的进攻逻辑本身，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毕竟他们开发进攻的最大优势就是不依赖拼图能力和战术体系就能开发进攻。如果反过来要求整体的持球处理，就有些对不起思路了。回顾比赛，西部1/4决赛，独行侠客战雷霆。比赛一是欧文外线开火，帮助独行侠先声夺人，独行侠顺势拿下先手。亚历山大的发挥帮助雷霆打出了一波13-1的冲击波，还以颜色。卡洛索和亚历山大本节后段连续外线开火，帮助雷霆领先结束首节。首节结束，雷霆32-24独行侠。进入4节，马沙尔和欧文的发挥帮助独行侠连续追分。维金斯和杰林·威廉姆斯的发挥帮助雷霆保持领先优势，不被蚕食。乔和哈腾施泰因本节后段的发挥帮助雷霆领先进入更衣室。半场比赛结束，雷霆57-54独行侠。一边再战，哈尔滕施泰因抛投得手，拉开下半场大幕。雷霆继续拉开比分至2位数。加福德和丁威迪的发挥帮助独行侠继续追击。亚历山大本节后段的发挥帮助雷霆大比分领先进入末节。3节结束，雷霆90-73独行侠。末节决战，欧文连续外线开火，帮助独行侠破进分差，保留悬念。杰伦·威廉姆斯的发挥帮助雷霆保持领先优势，不被蚕食。关键时刻，华莱士内外开火，帮助雷霆锁定胜局。独行侠虽然之后努力追分，但终究是无力回天，只得投子告负。全场比赛结束，雷霆118-104拿下独行侠，终结对手7连胜。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请点点订阅，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